2026年4月的上海国际赛车场，那天的风确实有点烫人，不是气温高，是那种久违的，能把人情绪彻底点燃的沸腾感。China GT 的引擎声一划破天际，所有人的镜头、目光，甚至呼吸的节奏，都不约而同地锁定了那个穿着85号赛车服的身影。而真正让我心头一震的是看台贵宾席里出现的雷军。你没听错，小米创始人亲自下场观赛。更绝的是后台那段被镜头无意捕捉到的对话。雷军一开口，没半点客套铺垫，直奔主题，一博越来越火了。你们还有哪些艺人？杜华笑着接话，顺带提了其他几个名字，可雷军的反应特别真实，没接茬，眼神也没往那边飘，仿佛那些名字根本没进过他的商业雷达。这一幕要是放在别的场合，可能就被当成常规的商业互吹了，但放在赛车场这种硬核环境里，反而透着一股子难得的坦诚。我个人的感受是，这根本不是简单的追星，而是一个顶级企业家对行业价值坐标的精准定位。娱乐圈天天喊顶流，但真能让人跨行业、跨圈层记住的，其实没几个。雷军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像一把手术刀，直接划开了内娱最真实的生态机理。资源从来都是向真正能扛事、能转化价值的人倾斜的。王一博站在那儿，不需要别人替他站台，他自己就是那个站台本身。说句实在话，见过太多资本捧出来的速成顶流，热闹一阵就散了，但能让科技圈大佬专程跑来看的，靠的从来不是热搜数据，是实打实的商业确定性。咱们聊点实在的，商业世界最不讲情怀，只认转化率和抗风险能力。乐华娱乐这几年的财报数据，早就把一人养全家这个说法坐实了。王一博一个人扛下了公司近60%的营收。很多人初看觉得夸张，但你仔细琢磨背后的商业逻辑，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极其健康的头部虹吸效应。雷军为什么愿意驱车1313公里从北京跑到上海？小米为什么愿意首次冠名 China GT？ 答案很直接，因为王一博的商业号召力已经能打通科技、体育、娱乐3条原本平行的赛道。他跟小米合作快5年了，从 Redmi 全球代言人到推动赛事冠名，每一步都不是虚的。你想想，红牛、嘉实多这些国际大牌，27个顶级品牌扎堆联动，85号赛车车身上贴满 logo， 赛事商业规模直接创下10年新高。这不是粉丝刷数据刷出来的，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在投票。我在这儿得多说一句心里话，现在的品牌方早就不是10年前那种投个流量就能躺赢的心态了。他们要的是确定性，是能把关注变成消费的闭环，是代言人能扛住市场波动的履约能力。王一博厉害就厉害在，他从来没把自己局限在偶像这个壳子里，他把个人影响力做成了商业基础设施，品牌用它不是赌运气，是算过账的。这种商业信任靠的不是热搜，是日复一日的跨界整合力和口碑沉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内娱能走到这一步的真没几个。很多人把顶流当终点，但他把它当成了重新定义行业标准的起点。说到赛车，我得坦白，一开始很多人也带着点明星玩票的滤镜，但2026年上海站这场仗，直接把所有人的偏见按在地上摩擦。人家拿的是国际汽联 D 级执照，是正儿八经的职业车手身份，不是来摆拍作秀的。你看看数据就懂了，5万张门票提前45天秒空，参赛车辆从不到20台，硬生生涨到57台，这涨幅放在任何体育赛事里都够写进教材了。正赛起步第24位，28分钟里连续超了6台职业赛车，最快圈速干到了2分03秒171。这什么概念？在 GT 赛事里，这已经是能和一线职业车手掰手腕的成绩了。连职业车手张真东都公开感谢他带动赛事热度，专业解说直接说他一个人把观赛规模拉高了一个量级。我每次看到这些细节，心里都挺感慨的。现在这社会太容易把热爱当成营销标签了，但王一博的热爱是带着机油味，是磨出茧子，是实打实拿卷速说话的。他不怕质疑，因为他知道赛道不认人设，只认成绩。这种把爱好做成职业的狠劲，其实特别打动人。我们总说年轻人浮躁，可你去看一个20多岁的人，愿意在高压、高风险的竞技体育里死磕，一点点把短板补齐，把质疑声变成背景音，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强的长期主义。赛车圈向来排外，但人家现在接纳他了，靠的不是粉丝控评，是方向盘上的硬实力。我个人的观察是，真正的专业主义从来不怕被放在聚光灯下检验，怕的是你自己心里没底。咱们再往大了看，2026年王一博的轨迹其实已经不能用娱乐圈3个字框住了。
春晚舞台5小时播放量破亿，巴黎时装周全球声量排到第11。解放日报专门发长文拆解王一博效应。从文艺到时尚，再到体育竞技，他好像在哪都能扎下根来。很多人问我，他怎么做到全面开花还不翻车的？说实话，我觉得核心就俩字：克制。流量这玩意儿，来得快去得也快，你一旦贪多，就容易稀释自己的核心标签。但王一博的路线特别清晰，不蹭热度，不应融圈，而是用专业能力去敲开每个圈层的门。央视舞台要的是国民度，他拿实力说话；时装周要的是国际审美，他靠状态和表现力站稳；赛车场要的是硬核数据，他直接下场跑。这种跨界不越界的分寸感，其实特别难得。我个人的感受是，现在的观众早就审美疲劳了，大家不缺会唱跳的，也不缺会演戏的，缺的是能把不同领域打通，还能保持输出稳定的人。王一博的国民度不是靠资本硬推出来的，是一点点用作品和成绩攒出来的口碑。你看解放日报那种党媒都愿意专门分析他的社会效应，这就说明他的影响力已经溢出娱乐范畴，成了一种文化现象。说句实在话，在这个注意力极度碎片化的时代，能让人跨年龄、跨圈层都愿意多看两眼，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能力。它不是靠包装出来的全能，是靠一次次交卷证明的能扛。其实最让我触动的，还不是数据多漂亮，而是那种双向奔赴的化学反应。你仔细看小米这边，从雷军到一堆高管，几乎清一色是王一博的支持者，满心期待未来能再度携手。这可不是什么公关剧本，是实打实的私下认可和长期陪伴。我常跟朋友聊，商业合作最怕什么？怕各取所需，用完即弃。但你看他们跟王一博的互动，更像是一种价值认同。雷军那句越来越火，背后是5年时间亲眼看着一个人怎么把影响力变成生产力，怎么把粉丝经济升级成产业联动。这种跨越圈层的默契，在内娱其实挺罕见的。我有时候觉得，娱乐圈像个巨大的名利场，大家都在抢镜头，但真正能让人愿意长期陪跑的，往往是那种清醒且专注的人。王一博身上最打动我的，就是他不慌，不急着转型，不急着立人设，就是踏踏实实把每件事做到位。这种性格在高压行业里其实是重护城河。粉丝追随他，不是盲目上头，是看他一次次用结果证明我能行；品牌压住他，不是跟风，是算清楚了投入产出比。连赛车圈的老炮儿都服他，因为他没拿身份压人，是用眷宿和态度赢得尊重。我个人的反思是，这其实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流量可以买，但信任买不来。你能走多远，取决于你愿意在多深的水里扎根。把顶流活成长期资产，才是这个时代的通关密码。写到最后，我其实挺感慨的。从当初那个籍籍无名的练习生，到今天站在赛道上，能让科技大佬专程奔赴的85号车手，王一博这条路走得一点都不轻松。但你说他幸运吗？也幸运，可更多的是必然。因为在这个时代，真正的顶流早就不是昙花一现的热搜，而是靠实力站稳脚跟，靠持续输出维持热度，靠格局打破圈层天花板的人。雷军的一句夸赞只是冰山一角，粉丝的长情陪伴也是因为他从来没辜负这份期待。我始终觉得王一博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把顶流这个标签活成了一种职业标准。他不消费流量，他经营流量；他不依赖人设，他重塑人设。未来会怎样？没人能精准预测。但我知道，只要他还在赛道上踩油门，还在片场磨演技，还在用自己的方式死磕专业，他的故事就还没写完。咱们就安安静静看吧，看这个永远清醒、永远不给自己设限的年轻人，还能把天花板往上顶多少。毕竟，在这个喧嚣的圈子里，能靠硬实力说话的人，从来都不缺追随者，只缺时间给答案。而时间，向来只偏爱那些默默握紧方向盘的人。